小伙伴们，东京风特别大，看我们在哪儿？东京新宿的 Alpen Tokyo， 看，后天第50届富士山马拉松42公里组别 A1062李博，今天在 Alpen 这家店可以领这个号码，明天和后天在河口湖也可以领这个号码。我们进 Alpen 看一看，走。哦，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！看，就在这儿排队领东西。我们因为已经领了，所以带大家正好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来，走。哦，可以讲中文。这家店是免税店，可以微信，可以支付宝，可以银联。关注 Alpen 的小红书，领取专属福利哦。关注完之后，大家能看到他们置顶的有一个5%的优惠，还能叠加免税。这个优惠券商家也给到了我一个更清晰的版本，我把它放在屏幕上，大家可以看。这家 Alpen 特别大，你们看，地下2层一直到地上8层，1层就是跑步和篮球。对于跑者来说，东京的这家 Alpen 1层是专门有一大部分区域为跑者设计的。我们来看看，一进门右手就是各种的补剂、能量胶，他们家也有这个的 pack。又到了我特别喜欢的场地专区，看，有钉的和没钉的场地鞋。彪马这个有点好看哦。这个有点好看，这边是运动手表，目前看是以佳明为主，最底下有卡西欧和 ASICS 一起做的这个，这边还有松拓。这家店是可以免税的，所以旅游签证的话，短期签证应该买970这些也是可以免税的。这边是 Nike Vaporfly 4。这边也是各种配色的 Vaporfly 4 Alpha Fly， 这个配色有点好看哦。Alpha Fly 在这儿的标价是税前36000，差不多1800不到1700的样子，再叠加那个5%的优惠，再免税哦，还是很可以的啊。免税又10%，然后又5%，就等于差不多8折9折之间。看这边。请先在各楼层的说明牌迈柔 Plus， 之后请您在这个是飞马41，你看它这个设计，告诉你，哎，这个鞋，这就是日常的轻松跑的训练。这双鞋鞋底好厚啊，一双鞋半个鞋底啊。这个是后天马拉松的天气预报，看最低气温零下3度。现在说的是雨，但是我中午的时候看天气预报已经说的是雨夹雪了，有点可以。这次富士山马拉松的文化衫不止这一件，好多不一样的配色，4000日元一件，200块钱，不到200块钱。看这儿，好卡，虎视眈眈哦，他们也用这个词哦，也用这个词。我没有穿过 Hoka 的跑鞋。不对，我就没有穿过 Hoka 的，只试穿过一次。我们跑团有一次试穿它的慢跑鞋，没有穿过它的竞速鞋。各种各样的花头巾，这到了大河原先生最爱的角落，看都是当地限定的。富士山，这有意思啊，看各种寿司，多少钱？哦，好贵啊，3520这一条，100多小200。这双鞋我也穿过试过，这是昂跑的一双缓震鞋 Cloud Monster 2。我们看看昂跑的竞速鞋，走。就从上海10公里第一次穿昂跑的竞速鞋以后，我对昂跑的竞速鞋特别喜欢。至于为什么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这双 Cloud Boom Strike， 这是我上海10公里精英赛第一次上脚的昂跑的竞速鞋。这双鞋为什么喜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就是它的这个中底，就这个地方，它其实不是靠太多的这个中底泡棉的灰弹，就我个人的感觉不是，虽然它也有，但是这双鞋的特别有劲儿的感觉是这样的，就是它这块的碳板的推进，在这一下的时候，我手有点弯折不动，就是大家想象跑步这样再回来的时候，就能感觉到就有点那种，就跟
就好久没有这种碳板的感觉，因为近年来的碳板鞋大多数都是那种韧弹，或者说，讲究说，比方说追求把碳板和中底融合在一起，让大家有那种韧弹感。而这双鞋这种碳板弯折的感觉带来的那个前进感，特别的有劲，而且这双鞋特别清脆。这个鞋如果说缺点的话，我觉得在鞋面，就是这两个地方比较硬。如果鞋带系得比较紧的话，跑完以后你脱了鞋，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硌得比较疼，这是我觉得它的缺点。这双我还没穿过，这是双3D 打印的，在这儿也有卖，税前4万，那就是不到2000块，还可以啊，比想象的便宜哦。这双鞋有没有穿过的小伙伴可以给个评价，这双鞋感觉怎么样？哦 ，Natural Elite 3的，他们也出了 Accident 的版本，就是香根一传接力的配色。去年的香根一传就是跟着彪马来到了东京。这双鞋我是挺喜欢的。那这边是 Asics 的区域 ，Asics 也为不到1个月以后的香根出了香根的配色。这4双，它们叫做 Accident Pack、Nova Blast、Super Blast， 那边是 Sonic Blast， 那边是 Magic Speed。前几天在那是哪一场啊？神户马拉松的博览会上，也是这双 Magic Speed 5在展出。当然这边也有 Asics 的 Meta Speed。啊，从这一代，从 Tokyo 这一代开始，它的 Sky 和 Edge 的区分度就比较大了。上一代的时候 ，Sky 和 Edge 从外观上看区分度没有那么大，这一代区分度就比较大了，而且这一代非常轻，非常轻。之后我们来到 NB 和阿迪，我远远的看到了一双鞋，走，有没有屏幕前的小伙伴知道这双鞋？这还是当年的那个5280吗？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说这双鞋是2019年，第一次见这双鞋是2019年的纽约马拉松，我去了纽约市区的那个纽约路跑协会的那个小门脸儿。他们里面有一双，那时候好像只有白色的，当时标价好像是280多刀，我记得当时我还拍到了视频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双。现在看这双鞋也是好轻啊！现在卖多少钱呢？现在卖18200税前，不到1000块，啊，不到900块，800多块钱就可以有这双。这是同一双吗？是啊，5280。之后就来到了阿迪达斯香根一传青山学院，是不是？我们看看今年阿迪达斯的香根配色啊，这个是 EVO SL， 2个颜色都是香根配色。不知道青山学院穿他们的绿的衣服，穿蓝颜色鞋会是什么样子？而且不光是它，还有好多其他的型号，波士顿13、SL2、Pro 4，看 Pro 4。之后我又看到了一双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小伙伴们看到了吗？阿迪 Zero Adios Pro EVO 2，好轻啊！看鞋底，它这前面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橡胶，感觉就是融化了以后糊上去的。你看这些边边都不是特别的。就不是这种特规范的，这双鞋卖税前7万5，差不多3700块人民币，税后8万2，差不多4100多块人民币，掏4000块它就是我的了。哇，看，我们看看这儿还有阿迪的整个的产品线。我最喜欢的2双鞋是这2双，其实这双它叫 Japan 9，只在日本叫 Japan 9，它就是那个 Adios 9，就是那薄底鞋。然后这就是 Pro 4，但是现在我动心这双了 ，Takumi 11，据说这双鞋挺好的，我想去看看，我们看看有没有。看 Takumi Zen 11，好不便宜哦，1000多块。这个我的手感和理解就是加了碳柱的 Adios， 我的理解。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准不准确？这双鞋
因为你看这个就是那个Japan 9，就是看没，差不多的。这双稍微重一点点，它有踏，这双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软底儿。然后这双鞋就稍微，这双鞋就是竞速一些。这双鞋我觉得短距离的速度训练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价钱我可能不会考虑了。这边还有补给专区，在这边很流行这种参赛包，就是从赛前3天到赛后到赛中。这个茅台胶好全呀，但是真的好贵呀！你们看价格，这是税前的价钱，税后的话1000多日元，就这么一条50块，一场比赛吃2条100块没有了。然后你2条咖啡因的，你还得有2条不是咖啡因的。这虽然便宜了一点点，我们也可以按50块算。这场比赛能量胶能吃顿烤鸭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它这儿还有赛前的和比赛的补给策略。我居然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有中文的，而且是简体中文，没有日文的。你看，比赛前一天一袋这个，这其实差不多就是糖水，然后起跑前一袋这个，但是它的这个补给策略，我觉得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逻辑了，就是10公里一个或者怎么样，我认为已经不适合了。这是它展示胶里面的样子，就是他们家其实是我知道的比较早的做这种果冻口感的胶的。后来其他品牌也有在做，像麦盛也出了果冻胶，在今年差不多无锡马拉松的那段时间开始有的。我特别喜欢这种果冻胶，这种果冻胶就最早我们吃那个 GU 或者传统的能量胶，会觉得它是化了的巧克力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确实是咽下去会比较难，但是这种果冻胶就会好很多。我觉得大家试试麦盛那果冻胶也不错，如果买这个不好买或者太贵的话。但是他们家这个咖啡因的胶，这一管里含100毫克的咖啡因，真的是挺顶的，100毫克的咖啡因。然后这个 Salus 这个就是神户马拉松的赞助品牌之一。当时还在神户马拉松的博览会现场见到了他们的老板。然后他们家也是这种晚走包，这个是普通的晚走包，这个是最强的，就是晚走就是晚跑完赛最强的参赛包。区别就是这好像东西多了一点，那也是赛前、赛中、赛后，2层就都是这种各个品牌的常服、休闲一类的，还有包。现在球队都不认识了，德国、西班牙、阿根廷、墨西哥、葡萄牙。来看看葡萄牙的7号队服多少钱？大家猜猜多少钱？来一波弹幕，来，3、2、1， 17600，还行啊，不到1000块，800多块人民币。哇，好多鞋带啊，好看啊！哎，小伙伴们看，华为的柜台啊，华为的表，其实这不是华为的柜台，这是一个像是卖睡衣什么眼罩的，但是它是可能和华为有合作吧。睡眠记录，哎，这个表挺好看哦，这个是模型，哦，这还是模型，这是什么呀？按摩小腿的吗？哦，还真的哎，你看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不贵，200多块钱，看没？这是往哪边撅呀？是这样吗？这样，哎，可以哦。还有一个更那个劲儿更大，这我不知道摁得动不动了。这不是节目效果，真的摁不动。不行不行，这儿都疼了。哦，这个是雪地、冰地的登山，对吧？是不是登雪山的？各种的方便食品，露营登山的，这边专门给露营登山的补给，这就跟马拉松补给不一样了。你看，你要是跑全马的时候带一个这个，一边跑一边给吃了，这都是啊，得2次烹饪的。你看，这得冲，这个也是，这我刚才拿的里边也是纯固体，应该是要用水泡的。这些我是完全的门外汉。哦，你看还有专门的这种雨衣。就是你们记得有几次大阪马拉松，家属拍到有选手到最后终点的时候还穿着，就特别冷。这2次大阪马拉松，
我可能今天得买一个这个，就是这种形状的，就能穿上跑步的。现在已经开始在卖雨衣了，就这样的，你们看，因为明确了后天就是雨夹雪，应该挺冷的，最低气温-3度。你们也来参赛吗？从哪里来？上海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微信专属汇率优惠，微信、支付宝，银联，基本上这边能看到的支付方式全都可以。好多大肆购物的，因为确实能免税有5%，真的便宜好多呀。小伙伴们，快乐的一个周五的下午结束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这家 iOpen， 好大呀，特别高。如果我也是户外登山各种的其他的爱好者的话，这家店应该要逛半天都逛不完。只逛跑步的区域我们都逛了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，看了各个牌子。关键是它这儿有各个牌子特别就最顶级的那一款，虽然可能不是所有人来这儿都去买那一款，但是我觉得能够在一家店里看到这些是不一样的感觉。我拿到那个阿迪那双鞋的时候，那个感觉，还有昂跑那双3D 打印的鞋的时候，那个感觉确实是挺不一样的。另外，今天的日子很特别，就像我后面都是刚刚领完号码布的来参加第50届富士山马拉松的小伙伴们，世界各地的都有。第50届好长啊，它前面的30多届是叫做河口湖马拉松，但是河口湖其实这赛道还是在那儿，河口湖在富士山边上嘛，所以从最近的10几届改名成了富士山马拉松，所以加起来一共有50届，而且周日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天气，不出意外的话，雨衣都在爆卖，冲锋衣也在爆卖。有意思的是，可以在富士山脚下挑战一个极限天气的马拉松。遗憾的是，可能就缺失了和富士山的合影。那就这么着，今天我们的 iOpen 之旅非常的顺利开心。大家如果将来来东京，可以来新宿的这家 iOpen 转一转。地址信息我都放在视频的描述区和置顶的评论区，大家去看一看，还有优惠券的信息，好吗？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